应柬埔寨王国首相洪森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抵达柬埔寨金边，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并对柬埔寨进行正式访问。此行恰逢中柬即将迎来建交65周年，以及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局之年，对于推动中柬及中国东盟关系走深走实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10月8号晚，李克强乘专机抵达金边国际机场。李克强总理夫人程红、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柬埔寨副首相贺南红率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迎接，礼宾沿红地毯两侧列队致敬。当地青年向李克强和夫人程红献上鲜花。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王文天和驻东盟大使邓锡军也到机场迎接。李克强指出，中柬互为近邻，传统友谊深厚，互利合作不断取得新的发展。中方希望通过此访，同柬方共续团结友好、共商合作大计，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这是李克强自疫情发生以来首次出访，恰逢中柬即将迎来建交65周年，以及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开局之年。出访前夕，李克强在《柬华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就强调了双方相互托付的信任和情谊。外界注意到，密切的高层往来为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战略引领。2019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就与西哈莫尼国王和洪森首相多次会见或通话。2020年，习近平主席为莫尼列太后颁授友谊勋章。同年，中国爆发新冠肺炎疫情之际，洪森首相逆行访华，中国网民为此纷纷点赞。中柬还坚定维护对方的核心利益。洪森首相多次公开强调，柬埔寨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坚定支持柬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支持柬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不断深化的务实合作是中柬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2年来，中国援柬体育场、考斯马医院和特本克蒙省医院项目陆续顺利交付使用。今年初，中柬自贸协定生效，双边贸易额提前2年实现100亿美元目标。两国防务、执法合作及人文交流也在不断深化。就在前几天，中国还向柬埔寨运送一批紧急办会物资，包括红旗轿车、办公设备及防疫物资等，全力支持柬埔寨当好东亚合作系列会议的东道主。值得关注的是，柬埔寨还是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20年前，也是柬埔寨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在金边签署，有效维护了南海地区和平稳定。2016年以来，柬埔寨作为蓝莓合作机制首任共同主席国，始终是蓝莓合作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观察指，中柬是铁杆朋友。柬埔寨虽然体量不大，但属于东盟里与中方立场高度一致的国家。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中柬合作都处于高水平。李克强此行对于推动中柬及中国东盟关系走深走实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柬埔寨也率先的建立了中柬命运共同体。今年是中国与东盟在“一带一路”合作上有很多的突破。除了这个中柬的高速公路的项目，还有中老铁路的通车，与印尼合作的这个雅万高铁也是取得了很多的进展。其实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国家一直是炒作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项目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中柬的合作项目的这些达成，还有这些进展呢，都会给东盟地区国家人民带来合作上的信心，同时呢，也是会更加的助力东盟内部的一带一路，还有这个互联互通，然后更好的促进东盟地区的一体化和东盟国家经济的发展。李克强此次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将出席第25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第25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和第17届东亚峰会。李克强抵达金边后表示，当前国际地区形势复杂深刻演变，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全球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方期待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聚焦发展与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坚持开放合作和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畅通，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舆论注意到，围绕本次系列会议，中国外交部提出的中方3点期待，也勾勒出以聚焦共同发展、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守护地区和平安宁为支柱的地区合作愿景。实际上，中国与东盟已建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接下来的目标是构建更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在这一框架下，双方正在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自贸区3.0版谈判，共同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中方在地区合作中一直聚焦发展，希望用发展来促进地区繁荣稳定。中方强调的经济一体化，则可以有效破除一些国家推行单边主义，以经济合作为名所打造的排他性小圈子。而东亚国家山水相连，命运与共，只要妥善处理分歧，就可以化解域外国家谋取地缘政治私利的企图，维护地区及世界的和平稳定。本次东亚系列峰会上，中方还将提出哪些加大开放与合作力度的新倡议、新举措，外界高度期待。很多新的挑战给世界各国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包括这个乌克兰危机，疫情呢也一直跌宕起伏，各国吧，都面临着这个经济复苏乏力这样一些挑战。我想李克强总理还是希望通过这一次的出访和参加东亚领导人的系列会议，来向外面传达我们中国的这个外交的政策、外交的方针，保持这个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并且我们还会坚持这个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并且与东盟国家一起携手，来共同的维护好亚太国家的合作和发展。11月9号，在第14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期间，中国空军召开空军系列创新赛事发布会，向全社会发布了4项系列创新赛事。发布会上，深圳卫视记者还就国际舆论关注的中国空军与外军进行军事交流的话题进行提问。空军副参谋长尹伟少将回应称，中国空军近年来围绕推进军事飞行训练安全，与国际友人开放交流思想，探讨飞行安全之道，这是正常的国际军事交流合作。党的20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在此节点，中国空军首次在航展期间发布高规格创新赛事，意义非凡。本次空军发布的系列创新大赛共包含航空创意挑战赛、无人争锋挑战赛、算法挑战赛、智能空战挑战赛4项赛事。目前各项赛事正在紧密筹备中。我们致力于打造创新赛事系列的精品，请各位媒体朋友和社会各界同仁持续关注支持，我们将广发英雄帖，欢迎国内军力高校、研究院所、军工民企、学术团体、航空爱好者以及其他民间的高手，踊跃参与，大胆挑战。航空创意挑战赛，挑战赛定位于颠覆性创新运用，侧重概念方案，珍视思想火花，不设创意门槛，面向全社会选秀和鉴宝，重点围绕下一代飞行器、隐身攻防、远海搜救、敏捷保障等方面征集创意提案。赛事将由空军工程大学承办，计划2023年2至3季度举办。无人争锋挑战赛定位于无人智能集群技术，侧重实飞验证，通过多架小型无人机飞行竞技，挖掘先进技术成果，持续推进转化应用。赛事由电子科技集团智能院承办，计划2023年3季度举办。算法挑战赛定位于电子信息领域，侧重算法模型，问题源于实战，场景依据实战，数据采自实战，结果用于实战，将实战问题转化为算法问题。赛事将由空军研究院承办，预计于明年2季度举办。智能空战挑战赛定位于空战领域，侧重博弈对抗，设置1对1中距、近距空战场景，采用机器对机器、算法对抗的方式。优胜算法还有机会与王牌飞行员进行人机对抗。赛事同样由空军研究院承办，计划于今年12月举办。目前已公开发布赛事通知，赛事工作正在有序展开。我们呢，接纳民间智慧，不问英雄出处。我们空军将致力于树立创新导向，营造创新氛围。我们想要让创新的种子在创新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谢谢。在发布会上，深圳卫视特派记者就国际舆论关注的中国空军与外军进行军事交流的话题进行提问。深圳卫视记者提问：那么我们注意到，在本届航展开幕之前，军
实飞行训练国际交流会议也在珠海举行，国际舆论都对中外空军在这个军事交流合作领域十分的关注。想请问空军对此有何主张？谢谢。中国空军愿意与世界空军一起扩大交往，加强合作，增进友谊，为丰富飞行军事训练携手努力，也为建设互利共赢、安全和谐的空天环境做出应有的贡献。在此次航展期间，空军集中展示新时代10年的历史性成就，集中展示现代化战略空军建设的阶段性成果，投入新时代练兵备战的50型武器装备集中参展。歼20、运油20和攻击2无人机等7型飞机进行飞行展示，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在回应歼20降落珠海机场，轰 6K 带弹全新亮相，不少网友期待新型轰炸机能早日亮相这个话题时，空军装备部局长邹朝霞大校表示，建设一流的空军就要有一流的装备做支撑。新时代的10年间，我们人民空军不断推进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发和更新换代，未来的人民空军将会拥有更多的适应联合作战需要的，并且是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新型武器装备，以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本届航展上，空军展出了无侦7、无侦8等现役大中型无人机装备，既有高空长航时，也有高空高速型，还有电子侦察型。察打一体无攻2也是首次飞行展示，备受瞩目。尹伟少将就表示，空军对无人机的运用和发展高度关注，这也是空军未来装备发展的重要方向。中国空军将进一步增强科技认知力、创新力、执行力，与行业领域各方共同努力，根据我国所面临的安全环境以及中国空军的职能使命，去研制更多满足我们需要的无人机装备，走出一条既符合国情军情又具有中国空军特色的无人机装备发展之路。随着在现代战争中，无人机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增加攻击手段的同时，也给传统防空领域带来了很多新挑战。构建反无人机体系成为必然选择。在本届航展上，中国的反无人机体系也是首次亮相。在现场可以看到，这款反无人机体系是由多款车载设备共同组成，集成了近程末端防空导弹、与高炮、微小型导弹、网捕、激光等对抗手段，具备了对无人机探、侦、扰、控、打、平等体系化的作战能力。那么从这个载弹量来说，这个主战车可以带96发这个微型导弹，从战车每辆可以带32发，这一套系统可以有160发的导弹的数量。那么这种一种高密度的火力密度，对末端拦截这种轻小型无人机和无人机机群是非常有效的。这是这个系统的主要的特点。你看，这枚弹呢，我觉得可能是咱们这届航展上最小的导弹之一啊。它的弹径我们现在看下来推测大概可能只有40毫米左右，但是呢，我们说它也带有导弹所具备的各种各样的引导啊这些相关的功能。最重要的是，它可以有效的打击敌方的无人机。美国2022年中期选举于当地时间8号如期举行，结果正在逐步揭晓。截至目前，众议院层面的选情较为明朗，共和党以近30席的优势领先。参议院选举仍处于焦灼状态，关键战场州的计票结果或将延迟公布。两党谁将控制参议院，目前仍有悬念。美国中期选举主要是选出国会众议院全部435个席位，参议院约1/3的35个席位，以及50个州中的36个州长职位。由于中期选举关乎现任总统下半任期的执政，并将影响2024总统大选，民主、共和两党都拼尽全力。
今年的竞选周期中，创纪录的167亿美元巨额投入，大部分都用来为通胀、堕胎等可能吸引选民投票、扭转乾坤的议题投放广告。加上在拉票冲刺期间，美国在16位总统中的4位齐齐现身摇摆州，为各自党派造势，使得美媒普遍认为这是近20年来竞争最激烈的一次中期选举。I'm largely here to urge the re-election of Henry Cuellar. Get off your couch and do what? Put down your phones and do what? This Tuesday, you must vote Republican. The outcome is going to shape our country for decades to come. 截至北京时间11月9号18时，本届美国中期选举中，众议院层面的选情已较明朗。共和党人已拿下199席，以27席的优势领先于民主党人的172席。只需要再获得19席，即可跨过218席的过半数门槛，从而获得众议院的控制权。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的幕僚指出，当前计票结果和预期一致，共和党将占据众议院多数。If you believe in freedom, hard work, and the American dream, that there is a place for you in the Republican Party. And it is clear that we are going to take the House back. 外界注意到，由于中期选举的开票顺序是由东至西，美国海外领地关岛率先揭晓选举结果。共和党人詹姆斯·莫伊伦击败民主党人朱迪斯·温帕特，成为无投票权众议院代表。美媒指出，这是关岛近30年来首次选出共和党籍众议员，也是此次中期选举期间共和党迎来的首个胜利。这一次这个中期选举选民普遍对这个通胀问题对这个社会治安问题这个不满，也就是说对拜登所在的这个民主党的执政这感到非常的不满。那所以说在这个众议院的这个选举当中这个共和党这个基本上是一个摧枯拉朽之势。那关岛选出首位这个共和党籍的众议员，也反映了在美国这样一个全国性的趋势。参议院层面的选举结果仍扑朔迷离，选情相当焦灼。截至发稿前，两党各占据48个席位。内华达、佐治亚、威斯康辛和亚利桑那等4个关键战场州的票数尚未统计结束。由于民主党人保有副总统哈里斯兼任参议院议长的天然一票优势，只需拿下2席即可继续维持参议院的控制权。综合美联社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统计，在剩余4个至关重要的战场州当中，民主党人在亚利桑那州、佐治亚州暂时保持领先，在威斯康星州和内华达州处于下风。不过，美媒提醒，民主党人在部分州的领先是暂时性的，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本次中期选举收到4600万张邮寄选票和提前投票，这些选票大多来自民主党支持者，而选举日现场投票则大多来自共和党选民。因此，两党谁将控制参议院，目前仍未可知。舆论将目光高度聚焦在佐治亚州的选情上，因为该州将是最后开出结果的。计票时间最晚将至12月6号，为参议院选举增添悬念。如果在那之前，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参议院的席位数为50比49，而佐治亚州两党候选人得票率又都未迈过50%门槛，则根据该州规则，还需重新进行决选。在去年1月的参议员补选中，民主党就依靠沃诺克的胜选，从而取得了控制参议院的决定性胜利。We're outside a polling place where people were lined up to vote about a half an hour before the polls opened. The race, of course, that has the most heat is the U.S. Senate race between incumbent Senator Raphael Warnock and college football legend and Republican nominee Herschel Walker. Polls in that race show a tie, and both campaigns this morning are preparing for the very real possibility of a runoff election 4 weeks from now if neither candidate can get to 50%. 此番改选对垒沃诺克的是特朗普力挺的沃克，他曾是美式橄榄球传奇球星，一度风头很劲，但近期深陷性侵丑闻，导致支持率下滑。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在本次中期选举期间宣布支持了超过330名候选人，其团队此前声称他的支持在帮助推动共和党人取得更大的胜利。其中，特朗普的爱将曾担任其白宫新闻发言人的桑德斯，在8号的选举中击败了民主党对手琼斯，赢得阿肯色州州长竞选，成为该州历史上首位女性州长。不过，特朗普在最为关键的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却罕见押宝失败，民主党人约翰·费德曼击败共和党人穆罕默德·奥兹，赢得该州的参议院席位。落选的奥兹是知名电视名人和外科医生。过去2个月，他在宾州农村地区相当受欢迎。他的失利被美媒认为是对共和党的重挫。
即便是观点偏向保守的福克斯新闻网也承认，宾州的参议院席位至关重要，因为从历史上来看，这一席位可以决定哪个政党控制参议院。民主党方面尽管拿下了关键的宾州，但内部不乏批评拜登政府的声音，认为参议院选举本是势在必得的囊中之物，不必陷入如今的焦灼状态。在多数战场州，共和党人多用通货膨胀、经济下行攻击民主党对手，将对方列为支持拜登的鲁莽财政政策的罪魁祸首。民主党候选人则较少提及经济问题，而是指责共和党人在堕胎权案上侵害公民权益。但是盖洛普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觉得自己的生活过得还不如2年前好，因而普通选民关注经济议题的比例达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高。美媒指出，显然民主党高层竞选策略失误，忽视来自基层的声音，若失去国会2院控制权，将对拜登剩余任期的执政产生致命影响。如果说共和党控制参众2院，那么在这个未来的这个联邦法院法官任命方面，那共和党肯定会加以阻挠。同时，包括他的内阁官员的任命也会进行这个阻挠，将对于拜登政府接下来的执政不管是内政还是外交，造成极大的这个限制和掣肘，拜登就会提前变成了跛脚鸭。美国广播公司指出，中期选举之后，不论两党的政治前途如何，美国将迎来一个前所未有撕裂的社会，这已从选举过程中窥见一斑。今年两党许多候选人没有围绕选民关心的政策问题展开理性辩论，而是大肆进行人身攻击，相互揭短处、挖黑料、贴标签。而美国媒体专家以立场划线，对党争闹剧推波助澜，火上浇油，而政治两极化日趋激烈，也严重影响了美国普通民众。You're an independent, but your family is leaning both ways. My dad's hardcore Republican. My mom, she keeps that information private. I don't even know what she votes. 美国网络杂志《杰西》撰文批评说，中期选举下产生的一系列乱象，揭示了美国政治的实质。选举本身不重要，党派阵营才是一切。近来越多迹象表明，美国总统拜登所在的民主党可能会在中期选举后失去对美国国会的控制。在美国对乌克兰军事援助金额持续增长、经济却面临衰退风险的背景下，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围绕对乌政策的分歧日渐公开化。有共和党众议员曾放话说，只要共和党赢得中期选举，乌克兰不会再拿到1分钱。这也引发乌克兰政府官员的焦虑。乌方担心，如果共和党赢得中期选举，美国对乌克兰的军援力度可能会被削弱。乌克兰媒体8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当天确认已将2套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交付乌克兰。美国国防部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在使用美国交付的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人员培训也已在欧洲进行。据美国会研究服务局介绍，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不仅增加了应对空中威胁的范围，而且还增加了探测和跟踪空中威胁的范围，能够打击多种目标。据报道，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使用的导弹射程为40公里，目前正在开发射程更远的导弹。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美国对乌军援累计总额已达182亿美元。随着美国对乌克兰军事援助费用增加，以及美国经济在衰退边缘徘徊，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内围绕对乌政策的分歧日渐公开化。美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上个月曾警告称，如果共和党能在中期选举中领先于民主党获得众议院的控制权，那么该党将停止或限制对乌克兰的援助。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共和党在中期选举拿下众议院多数席位，麦卡锡将是新任众议院议长的热门人选。面对美方后续援助可能存在变数，乌克兰方面近日频繁喊话美国两党要团结支持乌克兰。乌克兰国防部长顾问尤里萨克7号表示，乌方呼吁美国两党保持对乌克兰的支持，不希望中期选举结果影响对乌军事援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也向美国政界喊话，直接呼吁两党要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对于乌克兰方面的焦虑，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7号表示，拜登致力于通过跨党派合作来支持乌克兰。我们有信心，美国的支持将毫不动摇，坚定不移。我觉得大概率可能还是会继续下去，当然可能会有所调整啊。因为毕竟要和这个民主党的一些措施有所区别嘛。所以可能在具体的金额，然后援助的这个方式这方面可能会有所变化啊。因为共和党其实传统来讲也是一个强硬派啊，对这个在俄罗斯的这个问题上，其实美国上下是基本是保持一致的啊，没有太大的这个区别。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俄表面上已中断联系，
但近日有消息传来，双方一直在私下保持接触。《华尔街日报》6号援引美国及其盟国官员的消息称，近几个月来，美俄高级官员进行了秘密对话。这些交谈的目的并非讨论俄乌冲突的解决方案，而是防范局势升级，并保持两国间沟通渠道畅通。此前，俄罗斯方面已多次表示，如果美方愿意倾听俄罗斯的关切，包括与安全有关的关切，这可能成为双方对话的平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8号予以证实，美国和俄罗斯已同意恢复目前两国之间唯一的军控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谈判，预计会在不久的将来举行俄乌冲突以来的首次双边协商委员会会议。普莱斯称，此次会谈不会讨论乌克兰问题。美媒近日还报道，美国政府还暗中鼓励乌克兰政府释放愿意与俄罗斯和谈的信号。美国《华盛顿邮报》5号以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政府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国官员正私下鼓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俄罗斯和谈，以展现开放性。美方并非真心把乌方拉回谈判桌，而是另有盘算，希望占据道德高地，确保乌方继续获得他国军事援助。其中一名官员说，就乌克兰问题感到疲劳，对我们一些盟友而言是切实存在的事情。报道还称，泽连斯基10月4号签署总统令，乌方不与普京进行和谈，这一决定令一些国家担忧。就在7号，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表示，国际社会应迫使俄罗斯进行真正的和平谈判，同时重申了归还被占土地、赔偿战争损失、追究战争罪行的和谈条件。美联社分析称，尽管泽连斯基的条件对推动和谈没有实际意义，但这种改口也体现出他对和谈的态度有所变化。但在第二天，俄罗斯副外长安德烈·鲁连科表示，俄方没有为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设定任何条件，乌克兰方面对和谈缺乏善意。局势发展到现在，可能越来越有一种长期化的趋势，大家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消耗的状态啊。俄罗斯其实自己也是这个举步维艰，那么西方也是能感受到被这个乌克兰所拖累啊，所以出现了一种所谓的叫做乌克兰这个疲倦啊这样的一种这个心理的状态啊。从这个西方国家角度来讲，它适当的要撤回自己比较之前更为强硬的措施，其实也是为了缓和一下国内的这种普遍存在的这种社会情绪。此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8号与到访的印度外长苏杰生在莫斯科举行会晤。会后，苏杰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印俄关系稳定且久经考验，印度将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两国还将扩大贸易关系。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未加入西方对俄制裁的印度多次大规模买入超低折扣的俄罗斯石油。印度教徒报称，印度今年从俄进口石油量增加20倍。另据俄新社报道，俄罗斯在10月份每天向印度供应94.6万桶石油，占印度石油进口总量的约22%。俄罗斯已经超过沙特和伊拉克，成为印度最大的石油供应国。英国独立报称，印度的西方盟友正密切关注此次访问，他们对俄印双边贸易不断增加表示担忧。在俄乌冲突期间，俄印贸易额同比增长近3倍。不过，印度外长的行程也让美方感到尴尬。一直撺掇印度加入俄油限价计划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8号踏上了前往印度的旅程，或就围堵俄石油一事进行游说。在出访印度前，耶伦于7号接受了印度报业托拉斯的独家专访。他表示，印度将从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中获益，但如果印度想使用保险等西方的金融服务，价格上限就适用于印度的购买。对此，印度媒体就注意到，苏杰生在莫斯科还抨击了西方在俄罗斯石油问题上的虚伪。印度是大量的要进口这个石油、天然气的这样的能源的产品。那么另一方面，印度在地缘政治、在这个军事合作这方面和俄罗斯还有着这个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在美国的这种影响下，他想力推这个印度要做一些改变的话，能改变的这个幅度还是比较小的。好，中央台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你好。美俄两国将在近期恢复战略稳定对话，那对此您有什么观察？最近媒体和美国官方已经确认了举行会晤的信息。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美俄之间唯一的一个军控条约了。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呢，在第一时间就通过外交照会的方式延长了这一军控条约。也可以看到啊，这一条约对于美俄两个核大国以及全球的战略稳定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按照这一条约的规定呢，双方每年要举行2次协商委员会的会晤，但是呢，因为俄乌冲突的爆发，双方从去年10月的会晤之后啊，就没有再次举行会晤。
今年8月的时候呢，俄罗斯宣布暂时退出这个会晤，等到解决了相关的障碍之后，再回到会晤机制上来。现在美方确认了恢复会晤，说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还在运行之中。这对于维持全球的战略稳定、降低核战争风险还是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让国际社会松一口气了。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核武器以及核威慑的问题就一直被讨论。全球核战略平衡是不是会被打破？俄乌冲突会不会引发核战争？或者战术核武器会不会被用于战场？这些问题和风险不仅受到关注，也是切实威胁到了全球安全。今年9月，美国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就透露说呢，美俄高层有过交流和接触。最近美国的媒体就披露说是沙利文与俄罗斯外交与战略高官进行了对话。沙利文也确认了美俄在必要的时候使用了这些沟通的渠道，以澄清潜在的误会，尝试降低风险，并减少动用核武等灾难发生的可能性。从这些信息可以推测，美俄之间在最近一段时间就核武的问题进行了比较密集的沟通。而俄罗斯的外交部在此前发布了阻止核战争的声明呢，似乎也说明美俄之间的沟通是有成效的。现在美俄恢复战略对话，重启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常态对话，我认为至少说明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美俄之间围绕战略问题的对话与俄乌冲突进行了剥离，也就是说呢，美俄之间的核威慑平衡是稳定的，要绝缘于俄乌冲突。再次确认了俄乌冲突是核威慑平衡之下的常规的军事冲突。第二呢，就是俄罗斯有意愿与美国举行战略对话，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之下的会晤是一个开始。俄罗斯高层近期也是密集发出了谈判的信息，比如说拉夫罗夫就在10月末表示说，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领导层已经准备好了与西方对话，但只有在提议切实可行，而且相互之间存在尊重的情况之下，才可能举行会谈。如果西方的伙伴们再次提出安排对话的要求，我们随时准备听取他们的意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俄罗斯的态度和立场不仅是回到了2月24日之前，也大概回到了去年的状态。而与美国进行战略对话，无疑是俄罗斯发挥核武大国的地位，巩固世界大国地位，并且在未来欧洲乃至全球安全框架中谋求一席之地的大动作。印度外长苏杰生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是最近一段时间来印度外交高官首次访问俄罗斯，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那对此您有什么观察呢？自俄乌冲突以来，印度扮演的角色呢也是非常受关注。此次印度外长访俄，也是向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释放出印度的外交立场，在各方力量之间游走，试图取得左右逢源的这样一个角色。从俄印关系本身来说呢，印度有必要维持与俄罗斯的关系。现在俄罗斯成为印度最大的石油进口来源地，超过了伊拉克和沙特。借着俄罗斯石油打折的机会，印度也是大量的囤货，尤其是七国集团要对俄罗斯的石油进行限价，印度可以进一步获得利益。除此之外呢，俄罗斯还是印度主要的武器来源地。俄乌冲突的战场形态和进程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印度呢，在短期内也不可能摆脱对俄罗斯武器的依赖，因此维持双边关系的稳定，在当下和潜在的利益都是非常的明显的。从俄乌冲突以来，印度也在试图尝试构建更加均衡的外交体系，尽量保持中立和超然的地位，在俄罗斯和西方大国之间进行激烈博弈的缝隙中寻找印度的空间。而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也的确在拉拢印度，但是如何保持平衡也是个挑战。印度的外交姿态还是比较灵活的。在此之前呢，莫迪就当着普京总统的面表示说，这不是战争时代。这句话也被媒体大量的去报道，似乎表达了印度对俄罗斯的提醒，甚至是批评。但是印度不仅加强了与俄罗斯在经济和武器装备的合作，而且呢也给予了外交的支持。印度外长访俄也算是给俄罗斯送温暖了。苏杰生呼吁进行谈判的立场呢，也与当下俄罗斯释放出的信息是契合的。除此之外呢，印度明年将接任 G20 的主席国，俄印关系就有了多边的含义。
俄乌冲突已经对全球的经济、能源、粮食等议题产生了剧烈的冲击。印度作为 G20 的东道国，当然想推动俄乌冲突的缓和，在其中扮演调解人的主角色。当然呢，要扮演这样的角色，需要得到各方的认可，至少是默许。苏杰生的这次俄罗斯之行，也可以看作是一次预热和尝试吧。好，谢谢孙兴杰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全球首发亚洲首秀中国首展，每年在进博会的舞台上，全球各大品牌的新品扎堆亮相，进博会的首发经济溢出效应持续放大。深圳卫视特派记者在现场专访了松下控股株式会社集团全球副总裁、中国东北亚总代表本间哲朗。本间哲朗表示，进博会对于外国企业来说是非常好的交流平台，松下看好中国经济未来，将加大在中国的投资。运动已经成为时下的生活和消费潮流。在进博会的消费品展区，我发现了这样一款宝贝，我身下的这款沙发凳，1秒钟变身划船机。运动的时候不仅能够消耗我自己的卡路里，还能够发电，为手机和平板供电。这是一家法国体育用品零售商正在举办的多功能划船机全球首发仪式。今年的进博会，该企业还带来了全球首发生态设计山地自行车、户外露营帐篷、海上冲浪风筝等10余项新生态产品。企业负责人介绍，2款全球首发产品将在月底上市，中国消费者享有唯一的30席优先试用权。我们的深圳消费者也将会在本月能够看到这个新品的登陆，同时呢，也能够有优先的试用权。深圳是一个很年轻的城市，所以呢，大家对于新兴运动和新的产品、创新产品的接受度极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企业也实现了双向的成长。英国一家护肤品牌的亮彩修护视黄醇精华液也选择在进博会上进行全球首发。那么，之所以我们选择在这样子的一个时机，在这样子一个平台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全球首发的事件，原因是因为我们去年参加完进博会以后，发现这个舞台是对于不管是品牌建设和集团力的建设都是非常重大跟重要的。在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来自美国的生物医药巨头也展出了其全球首个且中国首展的新型非核苷类巨细胞病毒抑制剂。其实从近2年的这样子整个国家的政策红利、政策相关的支持下的话，默沙东中国其实已经成为了默沙东全球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支柱，已经是我们全球第2大的这样子一个市场。越来越多品牌将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作为首发秀场，背后共同原因都是对中国市场的重视。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过去4届进博会共计有超过1500件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完成全球或中国大陆首秀。越办越好的进博会已成为全球许多新技术、新产品走向世界市场的起点。日本松下公司从首届进博会开始，已经连续第5年参会，今年继续以1000平米的规模亮相消费品展。深圳卫视记者在松下展区内专访了松下控股株式会社集团代表董事、全球副总裁、集团中国东北亚总代表本间哲朗。他称，进博会为外国企业带来的效果相当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平台。中国理解外国企业的最先进的产品服务，对外国企业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了解最新的中国的情况。我们松下来说，我们在中国国内有70家法人，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一个生产销售的网络，接触地方政府的一个接触权也挺多的。那么进博会的话，仅仅是1周的时间，可是我们能够见面非常多的各城市的领导或者各企业的领导，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本间哲朗表示，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松下也获得巨大发展。在进入中国市场的44年时间里，松下规模攀升至1100亿元人民币，占集团全球事业的28%，成为仅次于日本母国的第2大市场。中国大市场已经成为世界大机遇，松下仍然将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因为松下看好中国的未来。那现在呢，中国已经有了完善的一个外商投资法，对我们外资企业来说，这是非常大的鼓励。中国越开放越发展，越发展越开放。听到这句话是对我们外资企业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鼓励。
我们松下集团继续扎根中国，为中国的社会做贡献的。